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arry。相信听音乐是很多人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，不管你在用 QQ 音乐、网易云音乐、Apple Music， 或者说其他听歌软件，一定有听说过 Spotify。有人说它的曲库全，也有人说它的音质差。作为 Spotify 的3年付费用户，我总结了5个优点和2个缺点，和大家深入的聊一聊 Spotify 它到底好用吗？如果你有耐心的看到最后，也打算试一试的话，我会附上实用的入坑指南。如果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，可以先点个关注，我会每周更新实用的数码评测和软件使用体验，这些都是我长期自己使用的产品。在我们进入主题前，我们先快速的了解一下 Spotify 在音乐流媒体服务中的地位。因为很多小伙伴只听过这名字 Spotify， 或者说叫声破天，不懂为什么大家都是在讨论它。首先，它是一家总部位于瑞典，在美国纽约上市的公司。截止2024年的第一季度 ，Spotify 拥有超过6亿的每月活跃用户，其中包括 2.39 亿的付费订阅用户。2023年第3季度 ，Spotify 在全国的流媒体音乐市场拥有超过 30% 的市场份额。Apple Music 和 QQ 音乐各是 13%。网易云是 6%， 简单的理解就是在全球使用流媒体音乐软件中听歌的人，每3-4个中就有1个人在使用 Spotify。如果你使用的是其他听歌软件的话，就是小众人群了。它的体量庞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我再说一个小故事。Apple 曾在今年的3月4日在官网发文讨伐 Spotify， 控诉 Apple 为 Spotify 提供了各种支持和便利，但是 Spotify 却从未给 Apple 支付过任何费用，甚至还想要更多的便利。苹果在这里把自己形容成了农夫，而 Spotify 是那个恩将仇报的蛇。在大家对 Spotify 有了大致的了解后，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。Spotify 的第一个优点，曲库齐全。它的曲库齐全主要是以下2点原因。第一就是它和全球3大唱片公司环球、索尼、华纳都有版权上的合作，保证了大部分的主流歌曲都支持播放。第二就是它面向的是全球市场，为了满足不同地区需求，也需要和当地的唱片公司或者独立厂牌进行合作。公司的 70% 收入给到那些版权所有者。接下来我按照自己的收听习惯来挑选了15首歌曲，尽量覆盖不同的语种、音乐类型，看看在不同的流媒体音乐软件上支持情况，来直观的感受一下吧。这15首歌曲后续可能会因为时间、版权更新等原因发生变化，有无代表歌曲是否存在于原专辑，不同专辑代表歌曲收录在其他官方专辑，我们不考虑其他非官方版本。Spotify 印度区和美国区版权差异较小， Apple Music 中国区和美区的版权差异较大，网易云音乐和 QQ 音乐根据不同地区 IP 版权有所不同，大家听的歌曲都不一样，在各个平台表现也会不同，所以说表格只是作为一个参考。第二个优点，设计简洁。大部分本土软件的设计思路是大而全，希望在 App 里塞入所有的东西，除了本身的音乐服务外，还会有社交、电商，甚至是金融广告等。而海外的 APP 更多的是专注于自身的音乐服务，加上围绕着音乐服务而建立的生态。Apple Music 应该是典型的代表，接的就是 Spotify。Spotify 的界面设计非常简洁，没有多余的元素，让你可以专注服务于音乐本身。但简洁不代表简单，有几个功能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。首先是歌曲的动态封面 ，Spotify 为一些歌曲的封面提供了一段3到8秒的循环播放的短片，可能是一小段 MV， 或者是和歌曲相符的视频。资料显示 ，Spotify 将这个功能开放给了歌手和唱片公司，他们就可以上传和管理歌曲封面。大家有没有听到某首歌的旋律或者歌词时，就想起了某个画面的经历？比如说听到周杰伦的《稻香》，就会想起家乡无穷无尽的稻田；听到《灌篮高手》主题曲《好想大声说爱你》，就会想起樱木花道和赤木晴子隔着电车道口挥手示意的画面。这些歌曲都是通过植入一个画面作为记忆，让我们在视觉上也能感受到音乐所表达的情感。另一个功能就是发掘同类歌手或者歌曲 ，Spotify 可以根据你目前在听的歌曲向你推荐同类型的歌手或者歌曲，并且把这些歌曲的副歌或者 highlight 部分筛选出来，你就可以像刷短视频一样，通过上滑快速的播放这些歌曲。这些功能对于流行歌曲爱好者作用不大，不过你如果爱听独立音乐或者小众乐队的话就非常有用。比如说前段时间我非常喜欢听 Stay With Me 这首歌，觉得它旋律轻快，还有点复古。通过这个推荐功能才知道原来它属于 City Pop 音乐风格，也发掘到更多类似的歌曲。第3个优点，个性化的推荐算法。 Spotify 的推荐歌单一共有4个类型。第一个类型是 Daily Mix， 每天更新，它会根据你的音乐喜好生成6个混合歌单。歌单里会有你 like 过的歌曲，以及其他音乐特征类似的歌曲，
每个歌单都是独立存在的。比如说歌单1可能是国语歌曲，歌单2可能是其英文歌曲，歌单3可能是摇滚曲风。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的话，打开它准没错。第二个类型是每周新发现，每周一更新，它是根据你的听歌历史和相似用户的行为推荐新的歌曲。和 Daily Mix 歌单的区别是，它不仅是根据你的听歌喜好，也会结合和你类似的用户的听歌行为去推荐。比如说你喜欢听新裤子，和你一样喜欢新裤子的用户也同时爱听痛痒、声音玩具等等，系统就会推荐给你。第三个类型是 Release Radar， 每周5更新，它会根据你关注的艺术家和听歌历史推荐最新发布的歌曲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的一个新歌了。最后一个类型并没有固定在播放清单上，需要我们自己去打开，它会根据你的心情、天气，结合你的品味进行定制，给你提供情绪价值。比如在周末下雨天的早晨，我打开 Spotify 搜下雨，这里会跳出 Spotify 为我定制的歌单，里面是结合我的喜好并符合下雨天的歌单。又或者你今天感觉很开心，我们就搜 Feeling Happy， 歌单里的歌听起来也就特别的欢快。第四个优点，强大的 Spotify Connect， 它可以用手机或电脑来控制家里的其他设备来进行音乐播放。简单的说，它就是类似于遥控器的功能，让你在不同的设备之间可以随时的进行切换音乐，而不需要实际的去操作那些设备。Spotify 支持的设备类型应该是所有听歌软件中最全的，从手机、电脑、网页到电视机、车机、智能音箱，甚至是 Xbox 这种游戏机都支持。我自己用的最多的就是2个场景，有时在电脑前听音乐，临时要出门就可以戴上耳机，直接拿起手机，打开 Spotify， 选择在手机上播放，在电脑上听的歌曲就自动同步到手机上了。还有一种场景是，有时我在客厅用电视播放歌曲作为背景音乐，同时我又躺在沙发上刷手机，这时候可能就懒得起身拿遥控器，就可以用手里的 Spotify 直接切歌或者重复播放，对我这种懒人就非常友好。第5个优点，音乐共享。首先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歌单，选择共享专辑，这里面最多可以邀请10位好友加入，这份歌单会融合所有好友听过或者点赞过的歌曲，并且推荐可能喜欢的歌曲。以我之前创建过的共享歌单为例，这份歌单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每天更新，还会根据歌单里所有人的行为去推荐更多你们可能都喜欢的歌曲。其次你还可以创制 Gym 的功能就是创建一个一起听的音乐房间，我们在手机上创建一个 Gym， 其他人就可以通过链接或者2维码加入到这个房间来，然后就可以同步听歌，所有人听到的都是同一首歌曲，大家同步进行操作，比如切歌、调整音量，而且你们还可以正常的进行语音或者视频聊天。那么它有什么作用呢？假设某一天你听到了一首歌曲，这时候你突然想起了某个遥远的他，曾经和你在学校一起听过这首歌，这时候你就可以发个短信，在吗？只要他不是回刚才在洗澡，你们就可以一起重温从前的感动了。说了那么多的优点，让我们来说说缺点。我认为 Spotify 有2个比较明显的缺点。第一个就是被许多人诟病的音质， Spotify 目前没有提供无损的格式，我们在设置里可以看到超高、高、标准、低、自动，这里的超高也就是压缩后的320 kbps， 不像其他的音乐软件最高支持无损或者说母带品质。不过每个人的听感都不一样，有人可能觉得自己是木耳朵，不太介意，我自己的感受是，认真的听同一首歌曲还是有明显的差别的，这种差别是一般人都可以听得出来，特别是人声的部分，无损和母带的品质会更加的饱满。由于音乐版权的原因，这里就不放上对比了。不过 Spotify 的音质也并没有差到不能听的地步，毕竟在发烧友圈子里的鄙视链太长了，从黑胶到耳放，再从有线耳机到无线耳机，只要不是站在鄙视链的最顶端，都是听个响。我们在听个响的同时能感受音乐带来的乐趣，那才是最主要的。第二个缺点就是，如果要体验完整的 Spotify 功能，会有一些门槛。第一个门槛就是 Spotify 它是需要付费的，免费并不是说不能用啊，但体验就是完全不一样了。虽然免费版的曲库和收费版的曲库是一样的，但音质是最低品质，只能随机播放歌曲，不能点播，也不能下载歌曲，而且每14天就需要用注册地的 IP 来进行登录一次。当然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，最影响听歌体验的是你每小时只能切歌6次，还有就是5到6首歌之间会有20到30秒的一个广告。第二个缺点是某些地区的小伙伴可能需要去解决网络的问题，不过相对于其他服务来说 Spotify 也算简单。如果你听完上面的介绍也打算试一试 Spotify 的话，我建议你可以先使用免费版，再根据需要升级到付费版，
我这里提供一点小小的入坑建议。第一个建议是，如果你存在网络的问题，只需要在每次登录之后就不需要登出了，99%的时间你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。因为 Spotify 只需要注册和登录的时候连接到国际互联网，之后使用像听歌、搜索歌曲等功能的时候是不需要的。第二个建议是关于付费的。Spotify 的付费套餐包含个人订阅、双人订阅、学生订阅和家庭订阅，价格根据每个地区有所不同，不同地区的音乐版权会有所不一样。不过无论你选择哪个地区，曲库的差别都不会有很大，主要的差别在于订阅价格和歌曲推送。首页的推荐可能会包含当地的曲目，所以说我们只需要选择月费便宜的地区来订阅就好了。我们以香港区为例，整体看下来就是人越多的套餐就越便宜。当然如果你是学生，相对来说也会比较便宜一点。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可以考虑家庭套餐支持6个账号共享，算下来的话也是比较划算的。这种你可能会说了，我的家里人不会用 Spotify， 我去哪里找其他的5个人呢？其实你可以仔细的想一想，有没有家人在菲律宾、印度、土耳其或者说其他地方呢？如果实在没有，你也可以问问评论区里面热心的网友，毕竟大家都在同一根网线上嘛，都算一家人了。最后咱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， Spotify 真的好用吗？我的答案是好用。毕竟庞大的曲库、精准的推荐机制和便捷的跨平台支持，这些都是你用了就回不去的功能。而且 Spotify 的收费非常简单，不会有个 VIP， 还会再来一个 VVIP， 也不会担心某天你爱听的歌曲突然变成灰色了。对我而言，听音乐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，我也不希望陌生人对于这首歌的评价，毕竟这首歌对我自己来说有意义就足够了。